小熊猫，上哪儿？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熊猫。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超级酷的地方——秋叶原。这是一个充满了动漫、游戏和科技感的二次元圣地。无论你是动漫迷还是科技控，这里都能让你嗨到停不下来。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出发吧 ！Let's go！ 第一站，扭蛋会馆。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个秋叶原的 Gachapon 会馆，就是扭蛋会馆。那这家店呢，是从01年就开业了，所以也是一家开了非常多年的老店了。一进入这家店，我们就能看到这里面的扭蛋机真的是非常的多，然后能留给人走路的空间已经不多了。听说这里面的扭蛋机种类超过了400多种，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主题，比如说动漫啊、电影啊，还有一些动物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设计都有。而且这家店还会不断的上新，所以无论你来多少次，每次都能发现新的惊喜。那这个扭蛋机是怎么玩的呢？首先我们就要先选中我们自己喜欢的形象，比如我选了这个柯南，然后这上面画的这些小圆圈就是这个扭蛋机里面会随机蹦出来的形象。那我们找到这个投币口，然后这个上面写了300元，然后我们投3个100元的硬币进去，然后转动一下这个扭蛋机，然后下面就会出一个扭蛋。扭蛋会馆我们就逛到这里了，接着去下一个地方吧。第二站，电器城。秋叶原这边大大小小的电器城真的超级多，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秋叶原站门口的一家电器城。这家店一共有6层楼，还有加上负一层。负一层是卖微软系统的中古电脑，然后前几层楼也基本都是卖中古商品的，1楼就是卖手机和相机的。我们这边能看到 iPhone 流通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来看看2楼，2楼主要是卖苹果的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这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笔记本和台式机，那种类我觉得还是挺齐全的。我在这里突然看见了一台2手的 MacBook Pro， 是19年的款，虽然说是2手，但成色看起来还不错，性价比很高，价格还不到5万日元，折合人民币大概2000多块，真的超级划算。4楼和5楼主要是卖家电类的商品，比如电视、冰箱，还有一些小家电。虽然这家店不算特别大，但东西摆得很密集，种类也很丰富，我觉得这家店挺有代表性的，可以说是秋叶原这边的一个缩影了。既有中古商品，也有全新的家电，能满足不同需求的顾客。第三站，超级土豆游戏城。我们现在到了一家那个非常传统的中古的老式的那个卖游戏机、老式游戏机和老式游戏卡带的一家小店。这家店也是开了非常久了，然后里面有卖一些那种限量版、绝版的一些游戏机啊，在里面可以找到很多童年的回忆。那我们也进去看一下吧。那这家店呢，一共有3层楼，它就分布在这栋楼里面的3到5楼。那这3层楼分别有什么好东西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我们来到了3楼，3楼主要就是卖一些复古游戏机和老式的卡带游戏机。这些游戏机呢，很多在市面上是已经绝版了，但这家店却把它们保存了下来。我觉得这也是这家店的特别之处吧。每当我们回忆起童年的时候，都可以来这家店找到很多童年的回忆。但可惜的是，由于我没有注意到录音设备的故障，导致很多后面的画面都只能看见我在说话，但却听不到我的声音。但是呢，我还是选择把这些画面保存了下来，因为我觉得真实的就是值得被记录的。其实很多生活中的这些小事故，在不久的将来也都会变成回忆中有趣的小故事呢。好啦，话不多说，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现在映入眼帘的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游戏卡带。那大家在这里面是不是也发现了很多自己熟悉的游戏呢？我也和大家一样，在面对这么多的游戏卡带里，我一眼就看到了我童年时期特别喜欢的一款游戏，噔噔噔噔，超级马里奥。
超级马里奥这款游戏呢，我想也不用我多说了，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吧。这款游戏是任天堂公司在1985年就推出了的一款游戏，一经推出就流传至今了，而且在前些年大火的 Switch 平台上面又再次更新推出了，同样的广受欢迎和好评。所以说呢，能超越经典的只能是经典本身了吧。我们现在到了4楼，这里主要是卖索尼公司的 PS 主机和游戏。PS 和任天堂是现在游戏行业的2大巨头，但是其实在最早的时候，任天堂是打算和索尼合作开发这个 PS 主机的，但是合作没有谈成，所以索尼就自己独自开发了这个 PS。 然后这2家的话，游戏风格其实也是很不一样的。任天堂的游戏更注重故事性和趣味性，画风也会偏可爱一些，而 PS 的话可能更注重技术性能，画面和沉浸感都会更好一些。接下来我们就上5楼了。说实话，其实前2层楼的东西我看完了就觉得还好，就是以前的一些游戏机啊，还有游戏吧。但是呢，等到了5楼的时候，我就有点绷不住了。而且这里是有点让我意想不到的，因为像游戏机还有游戏的话，其实在很多地方我们都能见到，但是5楼的这里面的东西是完全超出我意料之外的。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竟然是游戏机厅哎！我都快记不得上一次见到这种游戏机是什么时候了，可能那得追溯到我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了。那会儿呢，大街小巷啊，就是学校附近啊，还有家附近，其实都有很多这种游戏机厅，而且这里面的很多游戏都和我小时候玩的一模一样，比如说街霸呀、合金弹头啊，还有拳王啊这些。就在异国他乡可以找到一个和自己童年记忆里一模一样的地方，简直让人太惊喜了。接下来我又发现了一个对我来说特别的游戏《三国志》。这个游戏是我弟弟小时候经常玩，特别爱玩的，应该说是几乎感觉是很长一段时间他天天都玩，然后每次去游戏机厅的时候都会玩这个游戏。而且我弟弟他打游戏特别厉害，经常就是1块游戏币就能通关。我不知道大家玩过这个游戏没有？我觉得对于我们这种玩游戏的小菜鸡来讲，还是有点难的。1块牌子是不太可能的，反正经常都要加币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经常跟在我弟弟后面玩，他在前面保护我，我就在后面随便捡点东西吃，然后随便打一打，就也可以1块游戏币通关了。好啦，这家店就逛到这里了。临走之前，跟我最爱的马里奥一起拍个合影吧。午餐时间，萨莉亚意式餐厅。这个赛这店呢是日本一个很大型的连锁的，专门做大概是意大利菜式的这个餐厅，它的历史也是比较悠久了。然后在日本国内的话，主打一个是价格便宜，然后其实环境也是还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也是还算是比较广受日本国民喜爱的一家餐厅吧，所以也才能支撑它开这么多年。那我们今天一起去打卡一下这个最大的连锁餐厅之一，在日本一个意大利风格的，来我们来看看吧。感觉这里面很有人气啊，因为其实这个店很大哦，坐了好多人。这家店它是用二维码那个点餐，跟我们其他的不太一样的。之前有很多我们到了那个这个店的话，它都是手写在纸上，然后因为每一个菜它都会有一个编号，然后我们在纸上写下这个菜的编号。这个是它这里的羊肉串，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些调料，然后可以撒在上面。然后这个是它的那个炸鸡翅，还是非常人气的一道菜。然后这个是它的炸蜗牛，就是煎的那个蜗牛。
也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它这里的一道特色。然后这个蜗牛的话，它可以跟这个面包合在一起，然后放在一起吃。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意面，里咖意面就是章鱼和墨鱼，它用那个墨鱼汁做的，反正吃了之后嘴巴会黑黑的，但是味道还不错。这个应该是我这次最近的新品，就是它的那个炸薯饼，以前还没有的，所以可以尝一下，试一下。好看，好吃。然后有一些调料可以自己取的，这个我拿的是这个辣椒酱，还有一个黑胡椒。好难勺哦，把它全部包起来，因为最后这个面包比较大，就把所有的菜都包起来。当然，你可以只要我最开始那一勺的镜头，我也不介意。但是呢，我当然不能因为在拍照，我就不把这里挖干净。那我该做的动作我还是要做的。像这儿的话，它还有这种饮料自助，就是无限量自助。如果你点了餐食的话，只需要再加200日元，就可以无限量的饮料自助。那饮料里面呢，它有很多种果汁啊，葡萄汁、苹果汁、橙汁这一类的，然后还有咖啡也有好几种，然后都可以免费续杯的，所以还挺划算，很实惠哦。第4站，动漫城。说到秋叶原最大的特色，那肯定就是2次元动漫周边了。今天呢，我特意选了3家超级有代表性的店，带大家一起来逛一逛。第一家就是这个垃圾友会馆，这家店就开在秋叶原站的旁边，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走。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家店 Kotobukiya， 这家店是日本一家连锁的玩具店，主要也是卖各种动漫周边，但它的特色是这里还有超多的高达机器人的模型和周边。如果你是高达迷，那这里绝对是你的天堂。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走。最后一家店就是这个 Akiba Culture Zone 了，这家店可厉害了，它是一个复合型的商场，里面不仅有超多动漫手办，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店铺，比如漫画店、女仆咖啡厅，甚至还有剧场。我们一起来看看吧。第5站，万事桥。那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神田万事桥。神田万事桥呢，它在很早以前其实是东京的一个火车站，然后现在就改造成了一个怎么说呢，观光景点一样的地方吧。因为它在它这里既可以看到电车，又可以看到向下，又可以看到这个神田川，它跟这个景色相交，就是有电车又有川，又有河水这种，然后又有桥，还有配上它的这个红砖的墙面，有一种特别复古的韵味。所以这个地方呢特别的适合拍照打卡。那
现在呢又有很多的这种文艺小店，还有咖啡馆也是应运而生，然后也建立在这边，所以还是蛮不错的。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地方吧。我们今天的秋叶原之旅就在万事桥的静谧之下画上句点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也期待下一次再带大家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地方。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哦。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